嗨，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是大明。那我们刚结束了这个3个口琴节的行程吼，从韩国首尔，然后到中国的江阴，然后我们又回到台湾举办我们自己的台湾口琴音乐节。那其中也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吹得很好的演奏家以及这些很优秀的学生们。好，那这个口琴节有很多的演出然后以及有讲座，所以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乐团经营啊，或者是我们接下来会发展的一些路线之类的。好，那其中在韩国以及在中国，我们有遇到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 Aiden and Evelyn 以及乐团 Fresco 乐团。好，那 Aiden 他就拿了他手上的这一把 Cremona 请我帮他再稍微调整一下。好，那看一下这把琴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那据他的反应，就是目前现在的琴吹起来是有比较漏气一点。好，那既然要维修，我们就把它拍成纪录片哈。那如果大家看到这边有看到这把琴的维修影片发布，那就代表这个影片是成功的哈。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好 ，Cremona 在寄送口琴的时候，它做得非常好，就是它有一个这个皮套哈，打开来，它是用一块这个很高级的这个4琴布把这个口琴包在一起。好，用不到的我们先暂时放旁边。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Cremona 的样子。那如果你对这把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把琴的资讯。那蛮特别的是，它后面有做了这个一个开口的设计，那这个声音应该会是比较独特一点的。好，然后 Aiden 这把琴它的吹嘴换成这个圆弧形的形状，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得出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圆弧形的形状。我记得比较早期的 Cremona 是梯形的形状。好，按键的部分蛮顺的这个速度蛮快的。好，那这个配置就是双层的黄板，然后木盖板以及木琴身的配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音色。好，那我们试一下。好，刚刚这个都有这个胶片的问题。好，升记号的就按键按下去。好，这个高音再确认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好，整体来说，我觉得目前这样开箱试吹只有最低音就是背低音的部分，我觉得气密度是可以的。其他的部分都是漏气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你的气吹下去之后会没办法很集中的到这个簧片上就是会有一种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吹，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给你相当的反馈或者是这种音色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不管在吹什么样的嘴型这个音色听起来都会是很类似的就有点像是我们影片之前有评测过的这个 Expression 就是这把琴也是有这种漏气的这种感觉。好，稍微比较一下我的 Layups。好，对，蛮明显可以感觉到它是漏气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拆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结构。Cremona 它锁盖板的方式它是用这个锁在琴身上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在拆盖板的时候你需要上面拆下来，然后下面再拆下来你总共要拿下4根螺丝。好，看一下内部，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正常。然后Aiden 他这把琴有吹断过几根簧片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有用这个
Suzuki 的这个螺丝去更换这个 Hohner 的簧片。好，那间距的话看起来都是偏小的但如果这把琴有漏气的问题，其实间距大小并不会影响到太多但是如果它是一把气密度好的琴你就要非常非常注意它的间距大小因为它会很直接的反映出你吹奏的这种力道变化以及音色的变化。好，然后那天我去找这个 Cremona 的制作者 Kishi 桑的时候他有教了我一个方法可以测试这把琴有没有漏气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音它是漏气的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头盖住胶片以及簧片就是等于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塞住，然后你去吹这个吹嘴的部分看会不会有漏气的感觉。好，那我们刚刚在试的时候有发现中音以及低音稍微有点漏气，好像这附近就很漏气那我们就来用一样的方法来试一下这把琴是不是真的有漏。好像这个西兜很漏气，好，所以我就把这个西兜的部分用我的手指把它按起来。好，那如果你这样吹的时候，你发现有气的声音那就代表这个是有漏气的。好，给大家听一下。好，你应该可以透过这个很精细的麦克风的声音听到这个有漏气的这种声音那我们再试一下其他部分随便找一个音这应该是手拉之类的。好，手拉这附近，好，来试一下把它按住。好，你一定要确实非常非常扎实的按住它这样才可以纯粹试到这把琴到底是哪里漏气。好，所以你会发现我把手拉按住之后，我吹气它的气会漏到其他的孔，会出现其他孔的声音。好，我把它按住。好，那这个就代表说它是有漏气的好，那接下来我继续往下猜，然后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陆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哇，这个 Cremona 它用的组装方法是上面很多根螺丝，下面很多根螺丝。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拆看一下内部的结构。这种锁法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包含像 Pole 它的锁法还有 Silver Concerto 的这种锁法都是你要拆很多很多根螺丝你才可以把簧板拿下来的。那对于我这种非常非常常维修口琴的人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方便的设计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样。我希望我螺丝拆下来之后，所有东西都可以一起拆下来这样我在维修上簧板下簧板的时候都会方便很多。好，这是上面拆掉那接下来我们来拆一下下半段的部分。为什么它会卡在上面？这么有趣。好，我现在把 Cremona 的这个簧板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设计，非常的这个细致好，那下侧的地方，好，所以你会看到它在做风道的时候，它是有做这个斜风道那斜风道跟平风道，我觉得它的喜好是因人而异啦因为平风道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所以它的共鸣感会比较好一点那斜风道适度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这个去做一点弧度可以让在吹簧片的时候会比较反应会比较快速当然你需要牺牲掉一些这个空间感的声音所以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平风道的所以包含我自己做的这个 Laylaps 我在中低音部都是用平风道的这个设计。好，我们快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在中间的地方，因为它是把螺母埋进去琴身里面，所以它埋的这个技术感觉没有很细致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凸出来的
那这个我猜它会跟黄板会影响气密度不够好，好，所以这个东西我等一下应该会拿去打磨，好，先磨过一次，好，先看一下会不会气密度提升。好，然后在螺丝的地方它有一个缺口我不确定啊，到时候我用照片给大家看好了。它在螺丝这个地方有缺口。那我不确定这个地方会不会造成漏气啊，所以这个也是等我来把它填补起来之后，我们再来二次确认一下。好，那在琴身的部分你会发现它在后半段的地方，它有塞入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没有去研究，所以我不确定它是什么。那在低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它有在塞入这个其他的材质，那我到时候可能再问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拆，我们把吹水的部分也把它拆下来。哦，这个地方它竟然裂掉了。我先好，给大家看一下琴身的地方前头它是有刻字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在这里有写一个 AW0094然后它是2023年2月的时候做出来的。这个地方裂掉了我再跟这个 Aden 讲一下。好，然后吹嘴的部分，好，一样给大家看一下细部的。它用的是吹嘴用的是4件组，好，给大家这个可以分离的好，它用的是这种4件组的吹嘴，好，这种4件组的，好，那在我的想法里面，这个越多件漏气的几率越大，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多数的厂家都是做成2件组的，好，那如果你要做成3件组的话，最底下那个垫片就是厚度不能太薄不然容易变形，也会让这个表面会接触不好，所以会漏气。好，那这个弹簧的地方，我觉得它裂掉了，有点严重这个我先反映一下。好，那我们开箱测试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然后之后我会再做一些陆续，我觉得可能会成功的改装那到时候的记录再跟大家讲一下我详细做了哪些东西。好，那我们前半段的部分先到这边。经过一整天的改造那有一些流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首先我们先来提一下规格这一把 Cremona 是16孔的木琴身以及木盖板的配置。好，那吹嘴部分它用的是Cremona 自制的吹嘴。好，那黄板用的是 Hohner Super 64X 双层黄板。好，那收到口琴的时间点大概是2023年2月左右那在改造这把 Cremona 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想要用 Laylabs 的制琴流程来检视这一把口琴，就我想要知道到底这2把琴到底有哪里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了有不少的地方可以改善来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是如果你用的是这种木头琴身，它在制作的技术门槛是会比较高的，因为木头可能会有变形的问题啦，或者是裂开的问题，或者是表面不平整的问题。好，所以我对这个木头琴身3个面重新做打磨，让它可以更贴合零件，那就会减少一部分的漏气。好，那再来是 Cremona 的吹嘴，它是4件组的吹嘴。好，那如果每一件零件都有一点点公差，那累积下来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你吹进去的气它是会漏掉的。好，这是你在演奏上你就会感知到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请厂商重新做了这个圆弧形的吹嘴。好，那用 Hohner 原厂的镀金按键以及下垫片，就解决了这个吹嘴部分的问题。好，那再来也是问题蛮大的，就是木头材质的盖板。
木头材质的盖板它会比较容易变形，所以它没办法很贴合吹嘴，也没办法很贴合簧板。所以你会发现它在吹单音的时候会有某几个音它没有办法很完整有共鸣，所以会听起来比较虚。那以及在吹某一些音的时候，盖板会跟着共振，所以你手持这把琴，你就会发现在吹某几个音的时候，盖板会跟着震动。这个跟我之前在开箱某一些工厂琴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问题。那变形除了会有奇怪的共振之外，它还会造成你在吹8度的时候，你的气息会很明显的漏掉。所以你单音换8度，你就会发现我吹了很大的力气进去，但是簧片其实没有反映给你这么大的音量。那主要是因为你的一部分的气息已经漏掉了。所以我花了蛮多时间在打磨这个盖板以及琴身。因为这个 Cremona 这把琴价钱对我来说是偏高的，所以万一如果我做不好了，我需要赔钱或是赔一把琴给 Adam。所以我在打磨琴身以及打磨盖板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小心。好，那再来就是我重新调整了这把琴的音高以及间距，然后我更换上了 Suzuki 的胶片，它在快速吹吸交替的时候，它的覆盖度会更好。好，所以做完这把琴其实我原本以为 Cremona 在做口琴的这个做工是蛮细致的，但实际上我下去改造的时候，我才发现它其实有不少地方其实做的并没有那么好，是可以再改善的。好，那这些问题其实只要你制琴师本身有一定水准的演奏能力，你就可以发现，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问题它是你需要改善哪些地方，以及它这个问题是来自哪里。所以在我理念里面，我觉得要把琴做好，那演奏者本身其实要有一定的演出或是演奏的能力，你才能发现一些很微小的细节。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3把都是用双层簧板所做出来的口琴。好，那第一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Cremona， 给大家听一下声音。好，那第二把就是我现在用的 Laylaps， 演出用的 Laylaps。好，那第3把是我改过的 Hohner Super 64 X， 那我换上了铝合金的琴身。好，来听一下。好，那透过录音你多少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像这一把 Cremona 它的声音的特质它是属于比较松散型的声音。那因为双层簧板它会带来一种比较麻麻电电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同时具有松散的这种音色，又有麻麻电电的这种感觉。它是在大部分的16孔口琴上都是找不到的。好，那如果你跟我做的 Laylaps 来做比较的话， Laylaps 的声音你会明显感受到它的比较沉，比较低沉，然后比较有力，跟这个 Cremona 的声音特性其实是蛮不像的。好，那改过的这把 Super 64 X， 我也会觉得它跟 Laylaps 是比较像的。就是像 Cremona 这一种松散然后麻麻电电的声音是在16孔口琴里面几乎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再花多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口琴它到底可以拿来吹奏什么样的曲风，以及录什么样的歌曲。那题外话，我个人非常喜欢 Cremona 的这个盖板，我觉得第一个很漂亮之外，它里面有
放上这个银片，所以它会有一个蛮独特的声音。那再来是它的握持感以及它的这个做的这种削边，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所以你握起来是很舒服的。但是据我所知，你要单买这个盖板应该也是不便宜，所以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那它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好，那如果你问我短期内会不会买 Cremona， 我想应该是不会。好，因为这把琴对我目前的收入来说，我觉得它的价钱是偏高的。好，那再来是这把琴，它其实有不少是需要改动的地方。好，就等于说我买了一把 Cremona回来，它是一把材料琴，我需要依照 Laylaps 的制琴流程，全部再重新检视一遍，等于我重新做了一把 Laylaps 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它需要做一定程度的改装，才能符合我愿意拿上台演出的样子。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把 Cremona 改造新的，那大家看到这支影片，就是代表这把琴改造成功了，恭喜我，也恭喜大家。好，那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